大家好，我是大伟。三高咱们很久没说了，但是今天啊，咱们要给大家来一个重磅的。我发现咱们很多的人啊，平常比较在意数值啊，量一量自己的小鸭鸭高不高，测一下，然后看一看自己的小糖糖高不高，测一下。但是有很多的人啊，会忽略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小管道当中的小脂质高不高。什么叫做小管道当中的小脂质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词，叫做什么？血脂高啊！你要知道，这个脂只要一高了以后，你整个红色的水啊就会变得特别的稠，特别稠了以后呢，就会引发很多样的问题。往往很多人讲的小鸭鸭高，包括小糖糖高，都是什么？都是先有了这个小脂质往上走，你的脂变高了以后，才会连带着附带着小鸭鸭变高，小脂质变高。这个水变稠了以后，为什么咱们很少有人关注到呢？因为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啊是看不到的。这个水只要一稠了以后，它转的就会很慢。这个转的是什么意思？你的新宝宝这么不咚一下，它转一圈；不咚一下，它转一圈。这是年轻的时候。慢慢的，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你会发现，只要水一稠了，这个新宝宝开始由一下不咚一下转一圈，变成了不咚两下转一圈。你会发现新宝宝的工作量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只要一增加，你有的时候就会感觉这里啊乱跳啊，慌慌的、闷闷的，而且呢，这个水它只要稠了、转得慢了，你会发现好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红色的水当中带着这个氧气啊，我们红色的水当中带着养分啊、能量啊，它进入不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然后呢，这个水变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红色的小管道慢慢的就会怎么样？堆积，就是我们讲的粥样开头的什么东西，慢慢的就会堆积一些小斑块。这些小斑块慢慢的形成形了以后，只要水压开始变大了，就会被冲走。冲到这里呢，我们称之为黄金3分钟。只有3分钟的时间。你看现在很多人有吧？你看年轻的人，30岁的、40岁的，工作压力大的，对不对？到这里呢，叫做什么？就是半边能动，半边不能动，就是中了一个什么风。这两个都是咱们很常见的，特别是第二种啊，就是在这里堵了以后，咱们很多的朋友60、70的都很常见。这是什么？你会发现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于我们的小脂质变高了，你这个水变稠了，坏的东西啊它带不走了，好的东西啊它也送不进来了，慢慢的引发出来什么小鸭鸭高啊、小糖糖高啊，你的整个状态啊，它水转的慢了吗？你的整个状态啊，你的免的一个什么力都会往下走，整个人每天啊就是没劲啊，无精打采的。同时呢，这个水啊如果稠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小管道里面沉积的越来越多，你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也就往上走了？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啊，开始重视了，不知道怎么样去看自己的小脂质高不高。我告诉大家4个信号，你们看这4个信号，哪4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什么？舌头伸出来，自己看一下下面2个筋有没有粗。下面2根筋粗了是什么？你的气什么滞了，血什么瘀了啊？这个如果说粗了就要重视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摸一摸自己的脖子，年轻的时候光光滑滑，到了30岁、40岁以后，开始逐渐的发现上面长着一些小颗粒。为什么这些小米粒会粘在上面长出来？因为你的水稠了啊，带不走一些不好的东西，转的又慢，很多的状态它就往下走了，这些不好的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第3个看你的手莫名其妙这样抖，然后半边怎么样？感觉小木啊、小麻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而且很多的朋友在手脖子、脚脖子这里还会沉积这种小斑，指甲盖这么大的一个斑，这个斑沉积出来了是什么？它离我们的新宝宝距离远，它是末梢啊，带不走了，管不到了，冰冰凉凉小斑，还有一些蜘蛛网一样的小红丝，这些都是信号。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油。你会发现咱们从头讲到尾都离不开这个油，离不开这个脂。当这个脂在小管道里面多了以后，它会怎么样？在我们体表的油也会变多，面上、头上、背上这些都是油，身上会有味儿的这种味就比较重。有了这4点信号，很多人慌了，说我应该怎么办？很简单我们直接找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就叫做松针油松针油，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放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自己去吃的松针油。我今年40多岁了，我也开始吃松针油。为什么？因为你要意识到很多东西都是放在前面去做的。如果你前面意识到以后没有改变，那么你的概率就会往上去增加。那到时候付出的人力成本、精力成本，甚至你整个人的状态都得搭进去啊。这个松针油我自己去吃，咱们去选择松针油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纯度90以上的松针油，现在里面的参差不齐，高海拔无污染的赤松、马尾松，同时纯度达到90以上的松针油才是好的松针油，6斤松针才能出这么一滴油，这个就是松针油。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和鱼油很像？但是松针油是松针油，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小泡沫？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松针油的一个能力啊，什么叫做纯度90以上？这个泡沫啊，为什么拿它来做演示？因为它在泥土当中很难降解，几十年才能把这个泡沫降解。咱们把松针油咬破，就淋在上面啊，把它浅浅的淋在上面，因为是纯植物的，所以呢，我们剩下的这么1滴2滴油不要浪费，你可以涂抹在我们的脸上啊，这就是纯植物的松针油。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松针油是什么时候开始出来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孙思邈记载活到141岁，平日就爱松针泡茶、松针煮水，并且还经常吃松子和松脂，被称之为松树30。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吃松针油的原因，看到没有？已经完全没有了啊！松树30。松树啊，也被称之为先人之石。到了后面，技术成熟了，发现这个松针的好了，由日本人啊开始把这个松针啊提炼出来，然后他们的老人开始吃，你会发现日本什么第一？它的长寿率第一。什么比较低？心什么管的一个率比较低。为什么？他们的老人都吃松针油，慢慢的我们自己啊才开始知道这么样一个好的东西，才开始去吃。我自己啊吃的是这个松针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可以看下面自己去获取。松针油的价格啊比较贵，在线下里去看，它的价格啊比较高。但是如果你看了咱们视频的，选择和我一起吃的松针油，我是帮大家直接是联系到了源头，所以价格啊会比市面上面的低一些。松针油我们其实啊40、50就可以开始吃了。每天早上吃1颗，晚上吃1颗，然后坚持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再拿着小报告里一看，你的嘴巴都咧上来了，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你转得快了，你自己是能感觉得到的。转得快了以后，对不对？你身上就有劲了，好的东西能送进来了，不好的东西能请走了。同时你会发现你的小丫丫、小糖糖怎么样，都会有一个改变。这就是松针油啊，分享给大家的。今天也是把它单独拉出来给大家去讲啊，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就明白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咱们每个朋友啊都能注重到我们的小管道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方圆经络法。这里面的每个动作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真正意义上做到一招灵，让你自己在家也能轻松的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咱们今天啊，来给大家来讲一下血糖和血脂。现在血糖高、血脂高的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想要去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来，血脂给降下来，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啊，是坚持在饮食上面去下功夫，但是会发现，即便饮食做到了克制，血糖和血脂啊，依然还是会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血糖血脂的一个调节能力啊出了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经络上面出了问题。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这个动作我教过很多的人，而且反馈是非常的好，能让你的血糖和血脂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到这里一定要给视频点个赞。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入门容易学精难。我们现在先讲解一下动作，然后再把原理告诉大家。我们首先把双腿微微的分开，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踮脚抬肘啊！注意看这里的动作很重要啊！踮脚抬肘，五指张开，然后呢，在下沉的时候快速的击打在我们的大腿两侧啊！这个动作你看，配合吐气，这个
往下夹的一个动作，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感觉很简单，对不对？我也能做，但是你做出来和我做出来就完全不一样。原因是在哪里呢？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啊，我是带着我的肩胛骨去做，你做呢，你只是手单纯的放下来啊，你看，1、2、3、4、5啊，这个动作咱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抬头挺胸，往上的时候吸气提气，往下的时候肩胛骨后背夹，手指张开，打在我们大腿的外侧，啊，这个动作每天啊，你去做上一个200下左右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的时候啊，会感觉非常的费力，为什么呢？它一个动作啊，就锻炼到了我们的全身。首先，我们先从脚底开始来讲啊，我们在踮起的时候，踮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小腿。为什么要练到小腿？小腿啊，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第2颗心脏。小腿越练得越好啊，我们在踮的时候，帮助它提高了一个气血的代谢的能力啊，泵血足了以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杂质啊，就能代谢走。然后其次呢，在踮小腿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增加我们的一个运动量。最后呢，我们在抬腿啊往后夹的时候，是提升哪里呢？是夹我们的一个背，通我们背上的一个经络。手臂拍打在我们哪里？胆经啊，胆经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血糖高、血脂高的人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把我们的胆经给拍通。所以这个动作啊，你看我们连贯做起来就是这样啊，幅度不用大，但是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的精髓给做好啊。我们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1、2、3、4、5、6啊，注意看，我手在往下拍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后背啊去夹的一个动作啊，千万不是说什么呢？很多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手随便往下一丢啊，拍下去了。那么这个动作呢，你要这样去做的话，那其实它带来的一个帮助啊是天差地别的啊，所以我们要把每个细节都要做好。那么这个动作每天你去坚持做一个200下到400下之间，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也低了，血脂也低了。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方圆经络法，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这2天一个热心粉丝给我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就是源于他的父亲啊，每天都在坚持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因为他的父亲啊已经86岁的年纪了，那么在这个年纪当中啊，身体非常的好，没有三高，血压、血脂都非常的正常，而且他说就是因为每天去练这个动作，才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身体，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这个动作啊，有一定的小的技术含量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腿啊要分开。分开以后啊，要去做一个像这种相扑蹲的感觉，也是像个深蹲的感觉啊。你看啊，蹲下，屁股往后啊，屁股往后赖，但是不坐下来啊，不坐下来，屁股往后，手撑地，屁股往后坐啊，这样保持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腿啊、臀部啊都会有强烈的绷紧的感觉啊，在发力。好，然后这样保持住以后啊，大概10秒钟左右，做一个蓄势待发的感觉，然后慢慢的把身体往前移，身体往前移，直到你感觉什么时候为止呢？直到你感觉身体的所有的重量全部压在手上啊！你看，往后，往前，这个时候我所有的重量全部压在手上了。好，再往后去拉啊，再往后去拉，你看头往前看啊，再来往前，保持住3到5秒钟，再往后。好，往前，保持3到5秒钟，再缓缓的往后，整个身体要往后赖，手往前够啊。好，再往前。好，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啊。咱们做起来以后啊，你会感觉这个大腿的力量消耗的非常的快，而且对于整个人的这个力量的要求啊，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说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或者年纪过大的7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我个人是不建议练的。那么如果是50、60岁啊，你就去做这个动作啊，它是对于身体带来的益处啊也非常的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咱们这个动作啊，每天我建议啊就做一个5到10个就可以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是公认的生命发动机，但是你越到老越会发现，咱们心脏这拳头般大小的地方啊，真的是越来越脆弱。很多人过了40岁以后啊，就有明显的感觉，自己呢心脏要么就是动力上面不足，要么呢就是出现了早搏、心慌、胸闷。有些朋友啊也会感觉这个心动速度啊过快。
这些问题啊，其实都在提示着你要好好的去养护一下心脏。那么今天我会教大家一个养心脏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只要每天跟着我的视频做一遍，你会发现你做完以后，整个心脏啊就变舒服了，而且包括你的呼吸啊，包括你手脚的感受啊，都会变得不一样。那么今天这个动作我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心脏上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反射区，一个比一个重要。咱们一个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点是我们的劳宫啊，你看中指点下来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劳宫穴呢，我之前给大家做过演示啊，就是点到劳宫，然后画圈，像我这样画圈，慢慢扩散到整个手掌，以劳宫为中心画圈。那么做完以后，你的血压会马上降下来。这个动作呢，其实老粉丝都知道。咱们今天再教大家另一个动作，就是养护心脏的，就是我们手，你看这样点进我们的劳宫，然后把手这样包过来，大拇指使劲向下摁啊，就摁进去以后，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动作，1、2、3、4啊、5、6啊，配合呼吸怎么做呢？你看，掌心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吐气。吸，吸，吸啊，就这样去做，配合呼吸去做。我们不追求快，我们只要慢慢的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做完以后，你的心里面会特别的舒服。好了，第一个动作讲完了以后，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点。第二个呢是拍我们的一个肘窝，肘窝这里啊行进了多条非常重要的经络，所以肘窝这里一定要把它疏通。那么肘窝这里疏通最好的方法就是拍啊，掌成空心啊，你看空心有一个小窝窝，然后用窝窝的地方对着这个肘窝，你看就这样拍啊。我推荐大家怎么拍呢？一般来说啊，作为一个锻炼，我们可以这样左右旋转拍，1、2、3、4、5、6啊，做快点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去拍啊，非常的舒服啊。做完以后，不仅能把我们整个从我们的肘窝上面行进的这个经络给它打通，特别是心包经啊，包括我们整个心脏啊，也能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一个100下到150下。第3个动作就更加的重要了，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养心强大我们心脏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我们首先要找一个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剑突啊，你看我手从我们的这里啊中间往下走啊，往下走，走到这里，你看按下去是软的，哎，在这里按下去是硬的。那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剑突啊，剑突旁开啊，向左旁开大约2指左右的一个距离，找到一个点啊。就是这个点，你点进去，你看手这样一点进去以后啊，酸酸的、胀胀的、刺疼的啊，都是代表着你这个心脏这里啊，可能有一点点的堵。这里的堵呢，是讲经络有点堵了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反射区啊给它点开啊，先揉上一个20下到30下啊。你看我现在做啊，我也能感觉到一些微微的胀胀的感觉，但是我在大约1个月之前做的时候，我是能明显的感觉这里啊胀得比较厉害啊。然后我们就这样揉到20下到30下啊。我现在揉基本上是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我之前做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揉起来非常的疼，非常的胀，这都是很正常的感觉。好，20下到30下以后啊，把它揉开了以后，我们要画一个倒钩啊，你看。从上啊，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胸骨柄这里啊下来，走到剑突这里，然后往左，你看一个倒钩啊，你看1、2、1、2啊，用我们的大拇指，你看大拇指点着往下去推啊，往左一个倒钩，把刚刚揉的那个点啊把它覆盖过去啊，先揉再画啊，就这样。啊，一个倒钩，一定要记住了，是往左，你别做反了，往右啊，那就不对了啊。做这个动作啊，它不仅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个心脏，对于我们的心脏特别的好，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宣肺理气啊。有很多朋友感觉自己的气不足、血不足，而且讲话容易感觉就是喘不上气的、气虚的。你做这个动作做完以后都会非常舒服，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往左，不是往右啊！你别啊，就是左边也做，右边也做。其实我们只要往左就够了，就是这个点啊！你看啊，只要我们满足了啊，按下去，然后顺着这个倒钩啊去推一下啊，推到哪里都没有关系，你往后推一点都没关系，
只要把我们刚刚按的那个点给覆盖到了，然后这样去推。那么做完以后，你可以吸一口气，或者你可以把胸挺起来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做的过程当中非常舒服。有些朋友呢，他还会佩戴智能手表啊，你可以把这个动作每天去做，做个大概3天到7天，你再就通过这个智能手表去检测一下你的心电图，检测一下你的静态心率啊，你会发现所有的数值都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教给大家的养心、护心、强壮心脏的一个3大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希望大家每天坚持做，坚持去做，你的心脏多用10年，让你的心脏变得更加的强大，不会被心脏上面的一些问题所困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在别人那里获取之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